宦海沉浮任漂流，那个人漂流。各位大人，这天下师爷以绍兴师爷为多，这个绍兴师爷的形象嘛，他就是这个形象啊，熬七熬八，一支刀笔，一张利嘴，到处认同乡，西盖半个月，东盖半个月，一言以蔽之是八面玲珑。好，好，非常形象。本御史还要上本，再一次奏明圣上。师爷群急需解散，木有的势力一日不倒，本御史一日不休。下一步，且看他们如何行动了。吏部尚书倒幕之心，那是一览无余啊。张之洞对我们做师爷的，倒似乎还有几分怜惜之意。李鸿章嘛，约在两可之间。最可虑的，倒是那夺谷王爷和翁同龢中堂老大人，他俩的态度不知究竟如何。师爷的命运凶多吉少啊！是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如果朝廷真的禁用师爷了，那我们绍兴城里不知要多少饿死鬼啊！是啊。各位师爷，你们看谁来了？外公，您怎么来了？吴老前辈，各位，哎呀，吴老前辈，各位，坐，大家坐啊，大家坐下，坐下，好，坐。吴老前辈隐居会稽山20多年，晚生是仰慕已久啊。今日有幸一睹风采啊！哪里，朝中对师爷的非议甚多，我们做师爷的遇到危难，老朽岂能袖手旁观呐？是，老前辈说的是。也怪我们做师爷的做事不够谨慎，惹下这么多麻烦。怎么啦？碰上这么点事儿就愁眉不展的啦？还像个师爷吗？你们可曾听说过当今皇上宠爱京城天桥下的一个艺妓？此艺妓名珠帘，色艺双全。正当与皇上与之恋恋不舍的时候，
就是这个王御史写了一本劝阻的奏折，哎，那是洋洋数千言，是引经据典呐。这个王御史胆子可真不小啊！哎，皇上并没有降罪于他，相反嘉奖他的忠勇。所以以后凡是这位御史的奏折，皇上都倍加重视。怪不得呀，他捅了我们师爷这一棍会这么重啊！啊，连皇上的师傅和王爷都来了。据我所知，后来这位王信御史和那个艺妓珠帘，也有一手。哎，有了。哎呀，你小子反应还是真快。哎，这样吧，你舅舅呢在京城，我这里有一封信，你派人快马给他送去。若能按此行事，不出差错，这场倒幕的风波或许可以平息。周松，哎，马上进京。知道了。咱们这趟出京是奉圣上的旨意办事，如果没有一个结果，只怕回去不好交代。凡事都应该秉公而论，任何意气用事都是不足取的。这事不可操之过急，还需会议几次。那一位侃侃而谈的师爷，本王在幕后虽然没有见面，听其言论，不急不缓，栩栩有致，颇似气宇轩昂、倜傥风流一类人物啊。据理才能力争，铿锵有力，落地有声啊。也算是师爷中难得的一位人才啊。本王倒想见见那位师爷。本王虽然不会任用师爷，但爱将惜人之心至今未泯。遇到俊杰人物啊，本王还是颇想结识一下。王将军，卑职在。拿着我的手札，把那位师爷领来见我。这驾！王爷有令，请方师爷前去见驾。在。外公，别着急。我知道了。回独孤王爷就告诉我，马上就到。敬朕。去你！好。听说师爷胆大包天，果然如此，连王爷的手札都敢毁掉。好，咱们等着瞧。敬斋，外公智侠这个名称
以后可就要让给你了。景真不敢，多谢外公提示。这回看这样就死罪了。回王爷。王爷，那师爷把您的手札给撕了。什么？连本王的手札，那师爷也敢撕？哎呀，撕得粉碎呀！反了，简直反了！王将军可真的看清楚了？末将看得一清二楚，撕碎的纸片落了一地，那师爷还用脚去踩呢。气死我了！他这是跟本王存心过不去呀！王爷，不要生气嘛。您经过了那么多大风大浪，难道还会为这点小事气坏身子？岂有此理！哎，你，皇上交代查办的事情不得延误。臣明白，臣准备明日再会审一次，就可以做出禁用师爷的裁决。那裁决一旦奏明皇上，立即颁布天下施行。哎，王将军，卑职在。听说你有一份弹劾师爷的奏本，先让本王看看。啊，请王爷明示。王爷，这些师爷们种种不轨不端的行为，是不是使王爷您十分气愤呢？王将军啊，你是不是也用了师爷呀？卑职不用，卑职宁死不用。这是什么奏章啊？啊！叙事混乱，义理怪背，前言不搭后语。我说王将军呢？在。哎，我说你为什么不用一个师？王爷，王爷，师傅，帮你料理文案呢？哎，这样，重写。啊，哎，明日大堂再议。这，请。哟，刘大人的临决。翁大人，我们还是到前台去吧，老在后头算什么事儿啊？王爷，既是审议幕后师爷的事，我们不妨再做一次幕后师爷。俗话说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本王啊，倒是要亲眼看看这个师爷是什么德行。哎，俗话说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翁大人，我是一定要到前头看看这位师爷是怎么放肆的。借口而已，借口而已啊！上回王爷输了我一局，这回见其生畏，不敢再来了。哦，哎呦，好，我呀赢了你这盘棋，我再到前头去，啊，你看看本王如何处置这个师爷的。我看这帮师爷御史大人和王将军有何话要讲，尽管直言。本部堂、理中堂还有各位大人都会秉公办理。各位大人，我大清国朝几万里疆土，数百年基业，师爷世代繁衍，木有无一处不在，奇峰日长，危机朝纲。其实炙手可视，竟是我大清百官，如同傀儡木偶。
御史大人，大清朝自封疆建国以来，以武功而定天下。这武功足以开国，可是刀枪终究代替不了文墨呀。其人久居关外，不识汉字，那些遗老学士们又不肯效力本朝，他们怀着亡国之恨呢。也就是我们这些失意的书生进衙相助，结果呢？结果是巩固了州府吏治，巩固了国朝根基啊。这功绩是显而易见的嘛。我不知道其罪何在，其害何有啊？本御史且先问你，你可听说过云南巡抚衙门师爷许节，其长子许勤、次子许明，分别在布政司和按察司做幕，其余道台、知府、县令之幕友半数以上，是其故旧门生，形成第二权力渠道。你可曾听说过四川师爷王琦做幕之余插手赌场？你可听说过河北师爷刘定一操纵盐业，私建盐场？王御史大人，您所言极是。可是学生不管师爷谁谁谁，还是师爷某某某，我觉得那只是师爷的一小部分。如此说来，那河南的学政郑弘泄露考题，示意考官使其的子侄6人全部考中。还有河南防汛使刘用功，他偷工减料，谎报工程，他贪污了防汛河款600万两啊！还有江西的安察使判的冤假错案，冤斩9人。我知道这也是文武百官当中一小部分，可是这不能足以说明全局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学生对大清江山社稷，对文武百官并没有失去信心。王御史大人，我不知道您以为如何？你说是啥？怎么样？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：钻天龙游，遍地徽州，绍兴人还在前头。方师爷不以为绍兴人过于占先？天下文章多出自于幕府，幕府的文章多出自于绍兴师爷。学生很为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而感到自豪，可是有时也为此感到非常的惭愧。早在明朝，先者沈德福就曾经指出，万历年间大小官员一入衙门，前后左右都是绍兴口音，坐在堂上有被绳索牵拽之感。方师爷如果设身处地的替为官者想一想，大概也就不会对自己抱有过多的好感。我们是幕友，为东家所聘用，合呢则留，不合嘛则去。如果说我们这些幕友给东家造成了精神上的无形压力，那东家可以不用嘛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错不在我们幕友。再说前朝之事到了本朝未必是正确的，就像前朝灭亡了，难道本朝也要灭亡吗？好你个方敬斋，既然前朝之事毫无意义，那么我问你，雍正13年，雍正皇上发现6部书办、户部13司文案毫无一例外全是绍兴人，立即下诏清退，可是事实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种乡风成一种村。过去
武官多是湘军，现在洋务派大员多是淮军。如果依照御史大人的看法，那么李中堂大人也该遭到排斥了。其实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人不要分南北，地不要分东西。如果说湘军全是湖南子弟而不能见容，不肯使用的话，那么洪秀全的江南大营恐怕现在还在。御史大人，学生在应对之中难免有强词夺理之处，还请见谅啊。另外，衙门中确有被绍兴师爷一手把持的现象，并有被乡党利用的弊端，在下并不讳言，是该整治。可是，如果因此而否定了师爷存在的功能，并消灭其存在，便无异于因噎废食了吧？好一张利嘴呀！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人是什么模样。哎，王爷，怎么不敢来了？怕输啊？哼，说来说去都是别人的事情，方师爷对打起来自然是轻松了。本将军倒想问几句关于你自己的事情，如何？方某洗耳恭听。王爷用手札召见师爷，这本是王爷的恩典，师爷何故撕毁手札？王爷请安。免了，王爷，坐。都坐下吧。方师爷撕毁王爷手札，可是王将军亲眼所见？石末将亲眼所见。方师爷，你也是读书之人，应该不会不知道轻慢无礼便是有辱斯文，愧为孔门弟子。更有甚者，撕毁王爷手札，便是抗命不尊，蔑视王法。方师爷，是否知罪啊？大胆刁民！请王爷过目。王爷，你自己看看吧。本将军再问你一次，有巡抚衙门差役密报，方师爷曾经私差刑部公文，抽函调包，这等瞒天过海、偷梁换柱之事，恐怕不仅仅是扰乱公务，带一个欺君枉法之罪，如何？可见你们当师爷的胆大妄为到何种程度？那不是穆老前辈吗？穆老前辈还健在啊！
晚生叩见吴老前辈啊！来哪里？老朽不敢。吴老前辈身体还这么硬朗。吴老前辈，当年在曾国藩大帅墓中对晚生多有提携，晚生没齿难忘。老朽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。吴老前辈，请。不，请，请。请。好，请。好，请。请。诸位，公文调包之事，幕后指使是老朽。因为调包官府纠正一场冤案，大清又多了一块公正廉明的口碑。但调包一事虽是权宜之计，终究是违法之举啊！此例一开，后患无穷。特摘下先皇所赏的宝石顶戴，若还不能抵免，老朽愿以100岁之身听罪。吴老前辈严重了。当年曾国藩大帅，若非吴师爷，诸位大人，我们做师爷的被人叫做什么？诸位大人是否知道？请前辈赐教。我们做师爷的多少年来，被人叫做帽辫子。帽辫子懂吗？辫子是大清的象征。头上头发稀少，没有一根精神的辫子，缺少威风。所以，在帽子的边上缝上那么一根辫子，装点门面。恕老朽直言，多少平庸的官员都是依靠师爷们才将衙门装点的整齐精神，在座的都是朝廷的重臣，没有当过师爷。师爷算什么？不是官员，不受俸禄，没有职衔，不登大堂，靠一点友情的维系，拿官员个人腰包里的银子。师爷算什么？落地秀才，诗艺书生，妥辟宫门，聊以谋生。师爷受私人所聘，心悬解雇之忧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师爷如果也能用权，成则别人之功，败则自己担待。更何况师爷纵有徇私之弊，毕竟掀不起风浪来。当今天下要事纷争，诸位都是朝廷的重臣，而今天以守将卫士之职，纠缠于师爷的区区之事，未免本末倒置了吧？诸位大臣都是师爷的东家，适才老朽对东家多有不敬之词，还望见谅。老朽告辞了。慢走。宋前辈慢走，老前辈。诸位东家留步。老朽住在会稽山月崖下，随时听罪。回禀中堂，王御史第4份弹劾师爷的折子，皇上批了。
怎么批的？无事生非。好，王爷，现在咱们该出去了。请。给王爷、翁大人请安。免礼免礼。王爷请。翁大人请。好，都坐下吧。关于师爷的事，到此为止，勿需再议。翁大人，本中堂身为两朝皇上的师傅，就是当今最大的师爷。师爷之事，谁再妄议，就是威逼本中堂。都听明白了没有啊？听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可别再大胆妄议了啊！别闹个威逼翁中堂啊！行了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散。此事看来，王爷，学生方敬斋还请王爷恕罪啊。师爷，既然对大清朝有功，何罪之有？学生在绍兴的时候，对王爷的指令有些抗命不遵，多有些唐突之处啊。绍兴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宁可撞死也不愿意随我进京的那个师爷。啊，怪不得我看着你那么眼熟呢。哎呀，这2年呐，我也是那么于心不安呐。你还活着啊？我这九玄之心也算是放下了。不过，请问师爷，你是怎么死了？之后又活了？这个是这样，这是血啊，很简单。哎呀，师爷究竟是师爷呀！不过本王也从你这儿学了一手，以后啊，再碰见像你这样的壮举，本王啊，我一定要连你的尸首一块儿抬回去啊！那个叫方敬斋的师爷能言善辩，而且出情入理，确是个人才啊！兄台墓中有如此好手，老朽非常羡慕啊！可惜下官没有这个福分呐。那方敬斋本是前杭州知府董瑞的师爷，眼下只是借用在下这衙门帮忙。大人一贯爱人才如性命，这杭州前任知府董瑞倒正是一位人才，可惜呀，遭人陷害。遭人陷害，正是啊。如今呐，已丢官回家，真是可惜呀。那董瑞为人通达，处理决断。至于缺点嘛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啊？大凡出类拔萃的人才，大大小小、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毛病，否则呀，那就难免平庸啊。中堂大人明鉴啊。丢掉的帽顶啊，可以再捡回来嘛。还有，
这个方敬斋一辈子都是师爷，未免屈才。放他一个县令，又有什么不可呀？大人所言极是，一旦有缺，下官一定上本举荐。这。哎，有兔子，快点出！哎，你看我了。董大人，董大人，哎呀，大人，大人，哎，怎么样？会说怎么样？你且慢慢说。哎，好。大人，该打点的呢，我已经都打点到了。各位军机大臣都说呀，大人的官职不久就会恢复啊。董瑞听宣。下官董瑞在。吏部有令，原杭州知府董瑞，官复原职，着即到任。谢谢上差，感谢上差。上差，请您里边喝茶。圣旨到，董瑞接旨。董瑞领旨。皇上有旨，原杭州知府董瑞即任山东安察使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董瑞领旨。谢主隆恩。闪开！这个府上能够把钱粮这一块管好。对，老师也送。来，走开！哎呦，这不是邱总事吗？这么神气啊！你也在济南府吗？嗨，小伙子，说话留神点啊！现在邱某人也是师爷了。哦，邱师爷，在哪儿高就啊？总兵府，王将军标下。啊，这王总兵不是浙江总兵吗？刚调到济南，跟董大人那是前后脚啊。这往后，说不定会给各位添点麻烦。那就恭喜恭喜了。哎，彼此，恕不奉陪啊。哎，师爷群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啊，请。哎，看样子咱们还是小心为妥呀。来人呐！大人，把这个大印给拿到印房去。这大老爷，没有。怎么找我有事啊？丁师兄，来坐。哎，好。夜里睡不着觉，请你过来一块聊聊。此次能够东山再起，深感皇恩浩荡，内心战战兢兢的，恐怕有什么差池，而辜负圣恩呐。
你现在是聂台大人了，掌管着全省的司法大权。如果你有勤政爱民之心，那么方某将鼎力相助。我要的就是方兄你这句话。哎，我已经叫董明啊去把你的铺盖卷拿到内院来，不知道他办了没有？我就在外边得了，随叫随到就行了。哎，不，那不方便。刚才京城吏部啊发来了急报，说青龙会最近在沿海一带走私鸦片猖狂。哎，方兄，你得助我缉拿走私犯，这个是我新官上任的头一把火呀。诸位，国家多难，外有洋人兵船压境，内有鸦片涂炭生灵。哎，今日青龙会又在各省举事，闹的是人心惶惶，朝廷震动。皇上数次降职剿灭，可惜收效甚微啊。最近几日，这个沿海一带青龙会走私鸦片猖狂，并有要犯逃往山东。望诸位务必用心缉拿，早日捕其归案。本聂台亲自拟定了一份通告啊，待当堂用印之后，望诸位立刻分送各府到州县，拿大印来。大爷，用印。用印呢？愣着干什么？你们先都退下去吧。下官告退。下官告退了，告退了。